欢迎回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预计本周访华，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寻求与中国合作。如果成行，这将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在中美关系遭遇困境、互利合作受挫的当下，如果克里实现访华，气候外交能否成为中美关系突破障碍的契机？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1号报道，在中美关系紧张加剧之际，美国气候特使克里预计即将访问中国，力图将气候变化开拓为一个更紧密合作的领域。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克里预计将前往上海与中方官员会晤。不具名美国官员则称，克里计划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如果成行，这将是拜登政府上台后首位访华的高级官员。报道指出，此访凸显出在中美就贸易和安全等问题存在冲突并争夺全球影响力之际，拜登政府在对华竞争之余，也努力想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目前没有任何访问要宣布，中方也没有对有关此次潜在访问的问题作出回应。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认为，中美关系处于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僵局中。在上月的阿拉斯加之会后，中美间似乎仅有的合作共识点就是在气候应对。如克里访上海有2个背景：一是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交易中心落地上海，随着全国碳市场交易中心落地上海，上海有了新角色。另一个是美国将举行气候峰会，邀40多位领导人出席，中国仍未表态是否参会。克里如落实到上海，则有可能为中国参加峰会铺路，也为中美留下一个交往管道。观察认为，仅凭气候问题上的合作还不足以改善中美关系，因为气候变化相比政治、安全、人权等问题属于低政治范畴，即使合作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关系紧张状态。而虽然克里曾担任国务卿、参议员，但是作为气候问题特使，他在拜登内阁的内部影响力有限，无法与国务卿、防长甚至安全顾问相比。我想呢，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来讲，应该来讲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是中美关系能够逐步的走向缓和的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呢，应该是肯定它这个其中的积极的意义的。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访问呢，在这个时机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敏感性，而且呢，双方呢讨论的议题呢也比较这个重要，也比较复杂，情况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呢，现在呢，双方呢对于这个访问能否成行，应该说还在讨论当中。但是呢，从国际社会的反馈来看，应该是积极的期待这次访问的。外界注意到，克里一再表示，全球气候危机应该受到单独对待。他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独立问题，需要世界2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携手合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声誉。拜登政府正在改变这一形象。据彭博社报道，白宫正考虑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做出雄心勃勃的承诺，可能承诺到2030年将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50%或更多。这将使拜登在本月晚些时候主持气候变化峰会时有更大影响力，以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尽管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孤立和遏制中国，但至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或多或少都有义务进行合作，否则所有努力都将无果而终。有关中美气候合作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26号曾表示，谢振华出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高度重视。谢特使已经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建立了联系，并开展对话磋商。汪文斌强调，中方愿同美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加强气候变化挑战合作应对，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助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而美方近期不断对华施压，也让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香港南华早报周日发表香港环境局前副局长、香港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陆公会的署名文章说，普遍的看法是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中美在阿拉斯加的对话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上也布满了政治雷区。许多人认为并希望中美之间的冲突不会阻碍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但外交官真的可能一方面猛烈批评对方，另一方面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放弃敌意吗？文章认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是，美国和西方机构认为中国承诺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还不够好，将其作为另一个大棒。气候变化领域应该是中美在双方都努力寻求合作的这么一个领域。
特别是提升合作水平，并且通过这个气候领域的合作，推动中美双边关系整体关系的这种改善。我想呢，这是双方呢目前来讲的一个众多有识人士的一个共识，这一点应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某些这种冷战思维的主导下，美方比方说他有一些人士可能会借用这个气候变化议题，继续对中国呢进行这个施压，甚至呢通过一些这个盟友的手段同盟体系这种力量来对中国进行围堵。我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实际上，美国对华强硬势力近期仍在压缩中美关系和缓的空间，这也为两国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设置了更多的障碍。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日前抛出了旨在抗衡中国影响的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草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该法案将在4月21号审议。相对于此前拜登政府宣称的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的对华战略，这一拟议中的新法案引起了多方关注和警惕。这份由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国会参议员共同炮制、长达283页的法律草案，通篇着眼于未来几十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与较量，包括优先向所谓印太地区提供军事安全援助，并加强与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军事联系，加强与盟友在军控领域的协调合作，共同面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所谓的扩张，重点反击和对抗所谓的中国掠夺性国际经济行为。事实上，这份法律草案甚至还没有经过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审议，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西方反华势力对它的热情。一些西方媒体将其视为美国两党对华强硬态度的又一次展现，甚至有美媒夸张地宣称，该法案可能正式拉开美中全面战略竞争的帷幕。此前，中国外交部曾表示，美方有关人士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停止推进有关涉华消极议案。美国和国际上许多清醒的政治人士和学者劝告美国，应更多关注和解决好自己的国内问题。拜登政府这个法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本届国会能够通过的话，可以说是对前期的美国对华的一些战略性的或者一些策略性的一些行动、一些政策，可以说是从法律上做了一个固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对于美国这个国内对华政策的整个政治氛围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我们说是一个很坏的影响。因为它成为法律之后，如果说未来中美关系发展需要改变的话，那它这个阻力就会比较强。菲律宾和美国周一起恢复2020年因疫情而被取消的年度联合军演。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布这项安排之前，美菲两国国防部长通电话讨论了此次军演、南海局势和最近的地区安全局势。美菲此时恢复联合军演是否意在南海？美国近期频频插手南海局势，到底有何企图？来看报道。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西里利托·索贝哈纳中将4月11号表示，菲律宾与美国定于周一启动为期2周的2021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肩并肩是菲美年度常规联合军演，受疫情影响，菲美取消了2020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今年重启的联合军演也因为疫情原因，规模比往年有所缩减。索贝哈纳说，以往的肩并肩军演有多达7600名军人参加，但此次军演只有700名美国军人和1000名菲律宾军人参加，部分演练将通过线上方式展开。从今年年底，甚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包括美国和周边国家，甚至一些域外国家，在南海的军事活动已经非常频繁了。第二点呢，就是肩并肩军演是美菲之间持续很多年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个军事演习。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呢，这个呢，就是说他们要继续加强他们自己这个传统上的一些军事合作，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那么第三点要看的就是，虽然他每年都举行这个肩并肩，但实际上每年他举行的科目、地点都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是我们可以持续关注的。值得注意的是，就菲律宾方面宣布重启军演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通电话，双方都表达有意恢复联合军演。奥斯汀还重申了美菲访问部队协议的重要性。据悉，该协议签订于1998年，协议规定了美方军人、军事相关人员以及军事装备进入菲律宾的条件、活动范围以及可获得的便利，包括双方举行军演的相关安排。菲律宾2020年2月曾宣布将终止访问部队协议，但随后以当前区域情势的变化为由，暂停终止这一协议。
据报道，美菲防长还讨论了所谓中国船只在牛鄂礁集结一事，并提出深化美菲防务合作的建议。其实这并非美菲两国高官首次通话讨论与南海有关的课题。此前，美国国务卿与菲律宾外交部长对在牛鄂礁的中国船只也表示了所谓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周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牛鄂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渔船在牛鄂礁海域生产作业和避风合理合法，无可指责。美方罔顾事实，执意将中方渔船称为海上民兵船，并一再援引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试图否定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不可能得逞。近期美军在南海动作频频，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发布最新消息称，据卫星影像显示，11号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正位于黄岩岛西北方向活动。本周一上午，巴士海峡空域更是异常繁忙。罗斯福号航母的舰载运输机 C2A 灰狗出现在了巴士海峡附近海域，位置相较于昨日卫星影像更靠北。据此推断，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向巴士海峡方向移动，估计将暂时离开南海。除 C2A 舰载运输机外，上午还有一架 EP-3E 电子侦察机及4架 KC-135R 空中加油机在巴士海峡以西作业，另有3架加油机正飞往南海方向。推测罗斯福号航母正进行高强度舰载战斗机飞行训练。而另一艘美国军舰马斯廷号更因为近日在菲律宾海与中国航母辽宁舰近距离碰面而备受关注。从美军公布的照片看，美舰正在对辽宁舰进行跟踪监视，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军用舰机在领海领空之外的海空域都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存在敌对或竞争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军用舰机，甚至是友好国家之间的军用舰机，在沿海国领海领空以外进行相互跟踪监视是很正常的，只要遵守国际避碰规则，保持安全距离，避免相撞或其他意外事件即可。有专业人士认为，从照片来看，单就舰艇操作而言，中美军舰之间的距离在正常范围，不属于危险接近。但假若当时辽宁舰编队正在进行训练演习，有实际使用武器的科目，就会很危险。此外，台湾媒体还描述称，美驱逐舰军官翘脚监控辽宁号，因为照片中一名美军军官将脚搭在船舷上，有网友认为这个动作颇具挑衅意味。不过，熟悉美军工作习惯的人员表示，美军工作风格比较散漫，这个翘腿的动作是否具有挑衅意味，还要看是刻意为之还是随意而为。不过，有分析指出，这张照片毕竟拍摄地点在菲律宾海，联系到美菲即将举行军演，美军在社交媒体发布照片，某种程度上在提醒相关区域国家与美国军事上协调合作的所谓重要性。美国呢，它要展示自己在南海的这种军事实力的存在，那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是展示了它对要遏制中国在这个南海这个区域军事力量，包括整个海上力量成长的这种的决心，还要展示他对地区盟友还有伙伴关系的一种安全承诺。他意思说，我美国在拜登时期，那我的军事力量重新回来了，那么实际上我会加强和这个地区其他伙伴之间的一种安全的合作，那么有给这些国家打气撑腰的这个意思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近期与美国互动增多，然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却2周未在公众面前露面，引发舆论猜测。综合非媒报道，杜特尔特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3月29号。根据原定计划，他本应该在7号发表每周电视讲话，但这一安排却紧急取消，因为菲律宾国内疫情加剧，超过100多名总统保镖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菲律宾官方曾表示，总统休假与健康问题无关，只是想静静。好，新闻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新杰，孙先生你好。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有可能将中国作为亚洲之行的其中一站，那对此您怎么看？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正在他的亚洲之行，在本月22到23日，也就是世界地球日的时候，美国将举行线上的气候峰会。在气候峰会举行之前，克里进行紧锣密鼓的游说活动，以确保美国推动的气候峰会能够取得胜利。美国媒体披露说呢，克里在访问阿联酋、印度、孟加拉之后，有可能会访问中国，但是中美双方的外交部门并没有对这一消息做出反应。
美国国务院也没有披露出克里的外交的行程，可以说克里的这一访问呢，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甚至呢有点是待价而沽，也有可能是双方还在探讨之中。对于这一信息呢，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来看待。首先呢，从中美双边关系来说，气候变化是当前双方多次确认将展开合作的重大议题，包括在上个月阿拉斯加会晤期间，气候变化成为双方外交高官会晤达成的重大的共识。从气候变化来看呢，没有中美双方的合作，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议题上就难以取得真正的进展。第二，就是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将气候变化作为美国需要应对的重大的国际挑战，并且任命前国务卿克里作为气候特使。可以说，在特朗普4年之后呢，拜登政府重新将气候问题作为美国的重大的战略议题。克里在担任气候特使之后，曾经表示说，不会因为气候问题上将与中国合作而对其他议题做出让步。换句话说呢，美国政府坚持的原则就是就事论事，在中美关系处于比较困难和微妙的时刻，将气候问题与其他的议题进行切割，未尝不是推动双方合作与相互理解的破局之举。美菲将恢复肩并肩常规联合军演，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们需要从中美菲3边的角度来看，美菲关系在杜特尔特上任之后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杜特尔特重新调整了对美与对华的关系，以实现菲律宾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美菲军事关系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杜特尔特并不认为美国能够为菲律宾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菲律宾的安全需要通过与中国的合作以及南海安全秩序的重塑来保障。杜特尔特一度宣布停止美菲之间访问部队协定，这一举动呢，也引起了菲律宾军方的不同意见。在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将恢复同盟关系和同盟网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菲律宾军方与五角大楼之间的联系呢，也不断的在增加。双方不仅恢复了联合军事演习，两国的防长也进行了通话，其中尤其谈到了南海问题。美方对在牛轭礁避风的中国渔船进行指责，离间中菲关系。可以说，美国试图再次将菲律宾作为撬动和介入南海问题的支点，尤其是在牛轭礁避风的中国渔船呢，被美国描述为威胁。也不排除美国再次挑起此前的南海仲裁的问题。拜登上台之后，重建和恢复同盟体系的速度和力度是超出预期的。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与落地是域内国家构建自主的区域秩序的机会，而美国在美日澳印作为基本框架的印太战略之下，会不断的拉拢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家加入其中，形成海洋国家的集结来对抗和遏制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在中美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地带，需要从更高的战略视野去发展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的拓展中国外交的战略空间。好，谢谢孙兴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中国议题再次搬出了老三件套：疫情、涉疆议题以及台海。被问及美方是否会承诺协防台湾时，布林肯继续搞战略模糊，一方面将造成台海紧张局势的帽子无端扣在中国大陆的头上，但同时他也表示拒绝就假设性的问题做出具体评论。这也是布林肯担任国务卿以来首次在公开场合比较详细地回应台湾问题。布林肯于当地时间周日参加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访谈节目，在回答了主持人有关美国疫情的提问后，话题直接切入到台海议题。Are we prepared to defend Taiwan militarily? It would be a serious mistake for anyone to try to change the existing status quo by force. 布林肯将造成台海紧张局势的帽子扣在了中国大陆的头上，但并未正面回答相关问题。于是主持人再次进行追问，而布林肯依旧打起太极。We will militarily respond?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hypotheticals. All I can tell you is we have a serious commitment
to Taiwan being able to defend itself. We have a serious commitment to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in that context, it would be a serious mistake for anyone to try to change that status quo by force. 布林肯还对中国早期应对新冠疫情的做法以及新疆政策说三道四。随后，主持人还提出是否会因所谓人权问题对2022北京冬奥会进行抵制。Chuck, we're not there yet. This is a year or so before the Olympics. We're not focused on a boycott. What we are focused on is talking, consulting closely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listening to them, listening to concerns. But that's premature. 布林肯在节目中只不过是延续了美国政府惯用伎俩，在台海、新冠疫情、涉疆问题上向中方施压，而事实上推升台海紧张局势的恰恰是美方刻意为之。除了美舰多次在台湾海峡大秀肌肉、挑衅搅局，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外，美国国务院还于上周发布了所谓新的美台官员互动指南，旨在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接触，深化非官方关系。对于这份新指南，蔡当局欢欣鼓舞，宣称开启了美台关系的新篇章。不过，也有岛内舆论指出，这次调整雷声大雨点小。所谓新指南不仅没有多少新意，反而过去原本的潜规则，未来都可能变成明规则。如此一来，蔡当局想要的所谓实质突破会更难。因为现在拜登他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在特朗普都已经开始做下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拜登只是把重点稍微画一下而已。就算美国对台湾多好多好，他也不可能触碰到那个天花板。那个天花板就是所谓的一个正式的官方关系。但是呢，拜登政府会逐渐的往那个天花板尽量靠拢，因为对于拜登政府来讲，他跟特朗普的最大差别，他非常尊重所谓的3个公报。那所谓3个公报就是一个中国政策，所以拜登在这一方面呢，他不会去支持所谓的台独。但是他会希望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下。有分析认为，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崛起是其当务之急。与特朗普单边作战不同，拜登更倾向于拉帮结派，因此在未来，拜登政府打台湾牌的程度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现在只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100%的完全的护从于美国。他等于把他未来的希望就压在美国对他的承诺上，但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都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你现在发现蔡英文其实他已经被整个夹在那边，他其实动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两岸关系没有搞好的时候，其实台湾在面对美国的时候，他的挥洒的空间就非常少，完全主动权就在美国的手上，美国几乎是予取予求。所以简单来讲，从以前的特朗普政府到现在的拜登政府，其实台湾它就是一个被操作的一个棋子。台湾《中国时报》社评指出，拜登政府一再强调对台湾支持稳若磐石，但实际上除了模糊的原则外，台湾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安全保障。这1年下来，我们到底台湾跟美国有什么实质的进展？我们台湾到底有得到什么样一个实质的利益呢？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吃了莱猪，我们花了180亿美元，相当于就是5000亿的台币，跟美国买军武哦。那其实我们花了这么多钱，那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说，我们其实蔡政府执政到现在已经第2任了，我觉得蔡政府真的要改变一下，我们要用比较均衡的思维哦，取代这种叫做抗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我觉得这才是呢对台湾的我们的国际关系，对我们长远的经贸发展才是有比较实质的帮助。好，希望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拜登政府关注中国大陆最近在台海地区频繁的军事活动，并且警告称，任何人尝试以武力改变现状将会铸成大错。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认为很显然，这是因为拜登政府意识到了当前台海局势存在着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甚至是失控的风险，所以国务卿布林肯才坐不住了，不得不亲自接受美国媒体的专访。企图隔着太平洋向中国大陆喊话，既想安抚中国大陆，要中国大陆保持克制，又想传达某些强硬的信息，以达到所谓的警告中国大陆的目的。布林肯之所以坐不住了，又是因为这几天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3方在台海周边出现了紧张对峙的这么一种态势。中国大陆辽宁号航母正在台湾的外海举行军事训练。美国则派遣驱逐舰麦肯恩号穿越了台湾海峡，并在南海举行了军演。
台湾军机则在西南空域企图警告与驱离中国大陆的军机。不过，我认为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政治的延伸。布林肯虽然看到了台海附近军事对峙的危险，却故意视而不见，回避了军事紧张对峙背后的政治原因。不仅如此，布林肯还只看见了别人眼里的沙子，却看不见自己眼里的刺。事实上，近来台海局势之所以紧张，一是因为美国正在强拉日本与澳大利亚准备军事介入台海局势；二是因为美国与台湾签订了海巡协议，鼓励台军以海巡的名义参与印太安全事务；三是因为拜登政府出台了美台官方交往新准则，鼓励美台官方交往；四是因为美国驻帕劳大使跟随帕劳总统访问了台湾。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扬汤止沸，最近台海的水之所以沸腾起来了，就是因为美国在下面煽风点火。对此美方不知道进行自我检讨，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指责中国大陆在挑衅。在问到是否会军事协防台湾时，布林肯还表示，我们对于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有严肃的承诺，我们对于西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有严肃的承诺，我们坚守这些承诺。那您认为这背后又发出了什么样的政治信号？我认为从这一番讲话中可以看出，布林肯的确是一个外交上的老手，非常善于打太极。他一上来就表明美国会奉行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却又不明确一个中国的具体内涵。这显然是既想安抚中国大陆，又想讨好台湾蔡英文当局。另外一方面，布林肯有关美国将坚守对于西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的严肃承诺这个表态，至少从字面上来理解，是想要表明，一旦台海有战事，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将不会坐视不管。但当主持人公开挑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布林肯又表示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很显然，布林肯是费尽了心机，企图把模糊化的台海战略玩到极致，既想要向中国大陆传达美国一定会参与台海战争的信息，但又担心把话说得太直了，会刺激到中国大陆，反而是在为已经滚烫的台海局势火上浇油。当然了，对于当前美国的台海战略，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的认知，不能光看美方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美方做了什么和正在做什么。事实情况是，虽然在是否军事协防台湾问题上，布林肯嘴上仍然在打哑谜，但在事实上，美国国内，尤其是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已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推动美国的台海战略由模糊化走向清晰化，而且这种声音已经逐渐成为了主流。同时，拜登政府还正在为军事介入台海局势做着外交与军事上的准备。在外交层面，美国正在怂恿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整个北约表明军事介入台海局势的态度；在军事层面，则在加紧在台海周边，包括关岛和日本部署中程导弹。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把美国的台海战略究竟是要保持模糊化还是清晰化太当一回事儿，因为最终究竟是要模糊化还是要清晰化，只不过是美方一句话的事情。究竟要不要介入台海战争，完全取决于美方的一念之间。那在您看来，一旦台海真的爆发了战争，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性究竟大不大？两岸一旦开战，美国到底要不要出兵帮助台湾？这是台湾民众、中国大陆民众，甚至是包括美国与全世界人民都在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个人的判断是，虽然美方一直在打哑谜，但最终美方军事介入台海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对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清晰的战略预判，尤其是要把困难想得更复杂一些，才能够做到有备无患。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我们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最近100多年以来，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的战争，美国最终都参与了，甚至是成为了主要的当事方。包括1战与2战的时候，美国最先也是抱持着模糊与中立立场的，但最后都投入到了战争当中。
而二战以后的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与南联盟战争，更是由美方主动挑起的。第二，作为一手建立了二战后世界秩序、自称为世界警察与头号霸主的美国，假如在台海发生战争之后袖手旁观、拒不介入，那不仅山姆大叔的面子上会下不来，而且他将彻底失去盟友的支持与信任，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将从此彻底坍塌。那么第三，二战以来，台湾的防御体系与防御力量实际上是由美国一手经营与构建起来的。台湾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装备都是来自于美国，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台湾还是美国经营了70多年第一岛链战略的核心。一旦台湾失守，也就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的防线彻底溃败，这是美国无法承受的代价。那么第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来，美国国内一股强大的反华民意与反华政治氛围正在形成中。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也将会被这股民意推着走，被迫介入台海局势。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启隐身模式好一段时间，但他似乎并未放弃卷土重来的打算，依然在积极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近期，特朗普就在一场晚宴中信誓旦旦地向共和党的金主们承诺，他将在未来的选举中帮助共和党取胜。当地时间上周6晚，特朗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出席共和党活动，并在现场发表了一段演讲。他在演讲中夸下海口，向共和党的金主们承诺将帮助共和党人在2022年的美国国会选举中夺回参众两院，并要在下一次美国大选中让共和党人入主白宫。他还声称，共和党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就是要在他过去4年取得的惊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他自夸为共和党带来了大量的新选民，并强调他的美国优先理念能够帮助共和党继续发展。据悉，出席此次聚会和晚宴的多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要资助者。此外，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林赛·格雷厄姆、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等一批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人士也受邀出席。特朗普当天并未提及他对于2024年美国大选的具体打算。根据他自己的说法，直到2022年11月的国会选举结束以后，这一问题才会被提上日程。不过，2020年大选的失利显然还是让特朗普耿耿于怀。一名参加了晚宴的匿名人士透露，在实际演讲中，特朗普多次偏离演讲稿内容，反而连连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前副总统彭斯开火。他不仅在评价麦康奈尔时直飙脏话，同时还讽刺了他的妻子前交通部长赵小兰。谈及自己的前副手彭斯，特朗普直言对其没有推翻去年大选投票结果感到失望。在路透社看来，特朗普这番帮助共和党取胜的表态，似乎是把自己定位成了共和党候选人的拥立者。而在离开白宫后的2个多月里，特朗普也确实是在充分发挥他的政治力量，为一些关系密切的共和党人提供竞选支持。还有美媒指出，尽管特朗普已经远离了美国的权力中心，但他在共和党内仍有着不小的影响力，这与其他早早退出政坛的前总统有着极大的不同。特朗普的高级助手杰森·米勒甚至放话称，棕榈滩是新的政治权力中心，特朗普就是共和党最好的使者。特朗普通过抨击他们，试图重新建立起一个他是一个勇于对抗共和党建制派的这样一个形象啊，继续去取悦他的这个基本盘。从当下来讲，他的形势是相对比较乐观的，所以他需要通过这样一些小型的活动，然后不断的去在公众面前出现。我觉得这个晚宴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可能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这个强势的回归，使得他重新在共和党内至少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外界注意到，散伙后的特朗普政府官员们近期也陆续找到了新的落脚点。继白宫前新闻秘书麦克纳尼、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之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宣布加入福克斯新闻担任特聘专家，而他的入职首秀正是福克斯的招牌栏目《福克斯与朋友们》。蓬佩奥本人在社交平台上表态称，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他会积极建言献策。不过福克斯和蓬佩奥的合作却遭到美国网友嘲讽，福克斯失去了仅剩的可信度。
事实上，蓬佩奥在作为美国国务卿期间就已经成为福克斯新闻的常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对此进行报道的时候也强调，在拥有了这个全新的身份之后，必定会让蓬佩奥本人感到更加的如鱼得水。通过这一平台，也能够更好地对外界宣传他对于国际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看法以及态度。此前在一次采访中，蓬佩奥曾开玩笑地称，如果特朗普2024不考虑竞选，自己将参选美国总统。他作为一个保守派人物，加入一个保守派的媒体，而且福克斯是属于在美国国内收视率是相当高的，是得到广泛的这个共和党选民这个支持的这样一个媒体。所以说，在当下这种情况蓬佩奥选择加入福克斯，显然对于他而言，就是为了在未来的这个2024年的选举中积累一定的政治资本，而且他也可以继续去树立他所谓强硬保守派的这样一种形象。